裝潢該怎麼弄？沒申請室內裝修許可，小心被勒令拆除。要整理房子前，這集必看。先說結論是否需要申請裝修許可證的狀況太個案了。政府一定是叫你每一案你要整理，你都給我來申請。但是事實上，就有些可以不用了那不用是省很多錢的。那你沒把握的話，就是先問設計師比較安全。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父母的同居人想要搶房產怎麼辦，霸占在裡面住。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什麼時候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這次我們來聊室內裝修許可。講這個之前，我們要先分清楚裝修跟裝潢雖然平常都要混在一起講，但是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不太一樣。因為如果只是裝潢層級的話，一定不需要申請裝修許可。但如果做到裝修的層級的話，有的有需要，有的不需要，麻煩我盡量講清楚。然後先提醒一下，需不需要申請裝修許可這件事情每個縣市又不一樣所以你有疑慮的話，就直接去問你的設計師，這樣最安全。我們先來講說什麼叫做裝潢。裝潢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知道漆油漆做窗簾擺家具那種可移動式的，大部分都是在裝潢的範疇。更粗暴的講法就是你自己來就可以做的這些事情，大部分都歸在裝潢裡頭。但是如果你是泥作師傅投注眼那然後你說我就會這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砸牆改管裡面的那就不算那什麼是裝修？就像剛才講的，你需要动到師傅的部分，大部分都會變成裝修。例如說你要砸牆你要重做天花板，天花板這個要注意一下那我八卦的時候補充。那你要改浴室之類的，重做浴室，這個都算裝修。這裝潢層級是這樣，裝修層級是這樣再來你要知道，一定不需要申請裝修許可的狀況。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說，通常不需要你想做你就做了第一個是表面裝飾，貼壁紙鋪木地板貼瓷磚之類的，這不需要裝修許可。但瓷磚的部分還是要小心一點。如果你是做浴室，然後你是要打掉重做，防水層、天花板什麼都會動到，就要看縣市看需不需要去申請這個裝修許可。但如果只是單純打掉瓷磚重貼的話，不用那第二種，既有設備更換，指的是你沒有要去動管線的狀況之下進行設備更換例如你覺得上一任的那個房東的那個馬桶好惡我要把它換掉上一任屋主留這個馬桶，我要換新的換新的我自己心情美麗。或者是說你要把它廚房的那個櫥櫃換一套新的只要原本的管線不要動到，都可以直接施作。第三種，家具與軟裝的替換，例如說你要把沙發、衣櫃、桌椅換掉，反正只要可移動要換掉你都没有差。然後容易有爭議的地方是系統櫃系統櫃，如果你的系統櫃沒有做到天花板的話，通常不用申請裝修許可，但很容易有爭議。有些縣市會認為說不用有的又認為反正有動到天花板你就給我申請所以一樣繼續問設計師或者工班設計師他們很在地的啦。就像你在台北找的設計師，他沒辦法幫你做嘉義台南高雄但是他对台北的那個法規狀況了如指掌。那同理，你找高雄的，你住高雄，然後你說我台北內湖有一些房子想要裝潢，你找那個高雄的師，他也沒辦法因為他有配合施作的工班，這個都在高雄。最後一個是簡易門窗維修，就是你要換房間門窗戶這個沒差這不用。但如果你要換掉你家的大門，有可能要，因為大門又屬於防火門，是消防安檢的一環。最後你要知道一定要申請的狀況，我也補充一下說有哪些情況是你必定要申請的，你閃不掉的來，第一個，公共場所的裝潢，不過這應該跟你都沒關係就是商場、餐廳、旅館等等人來人往，必然要申請裝修許可。第二個是高樓層集合住宅你家6樓以上，不管你要做什麼都要去申請這個裝修许可，是因為那個防火的那個消防灑水管第三個是會動到建築物本體結構的工程，就要假設你要隔套隔間，重新隔間，增出新的廁所這也一定要申請，就要去申請就對了。然後就會延伸出新的費用，然後你一定要按你申請的東西施工，因為他們還會來檢查這邊又延伸出一個問題你買的是中古屋類，然後前屋主已經隔好隔間了，但是他沒有去申請，因為早年誰在申請結果後來你被鄰居舉報，好，此時建管處就會派人來，
如果視為影響公共安全，拆除，這個責任歸屬會在屋主，也就是現在的你，罰單是開給你，不是開給前屋主。你要求償，你自己再想辦法。那也沒有人有辦法求償成功的就是這樣。這個是你買中古屋有可能遇到的狀況你要多注意一點。如果你看了這一集還是不清楚到底所以現在到底是要還是不要那你就去問幫你處理那個裝修的設計師。你不知道找誰雙北、台北市、新北市，你就直接找漢一他們這塊也蠻熟的，不用擔心會踩雷。這樣講完了，今天我講了許多這個室內裝修許可的規定，我也先分析了裝潢跟裝修在法律定義上的差別，而且我也指出哪些情況要，哪些情況可以不用。例如你是表面裝飾，你是重新油漆而已那設備更換這是真的不用。通常都不需要。但如果涉及公共場所裝潢，6樓以上住家要動到建築結構、消防的就是要申請。我的建議是，你要去問設計師，每個縣市又不一樣，莫名其妙，所以你最好是跟設計師確認好，最安全。而且設計師會幫他自己沒很想申請，你知道嗎？他不是說反正你找他幾乎漸漸的申請，他會看怎麼樣幫你規避掉，因為他自己也不想去申請，很麻煩了。申請上來那個錢又不是他賺的，然後你會嫌說為什麼要加那麼多錢那以免遇到未來更麻煩的什麼拆除問題。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現在的裝修許可申請費用合理嗎？費用大概多少？6到15萬我都聽過。我覺得太貴了B 還可以，專業有價。C 我還沒申請過。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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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新北市抓的超爆幹嚴，不知道為什麼。新北市在抓違建現在是翻桌不認人的狀態，可能就是我可以說侯友宜你不能小看他那個五股工業區，也就是現在的那個溫仔郡重劃區，誰拆得掉？這麼多市長沒有人敢去動，在他任內拆掉，所以你真的不能跟他硬來就對了，因為他比你還硬现在新北市要抓，那擋在前面的理由當然就是說你看那個動不動那個老社區在那邊失火，違建在那邊着火幹嘛？消防弟兄的生命
對，然後就是違建給我拆給我抓哦。當然是這樣子講哦，但有沒有那種就是哎呀，你說我文化大學呵，安尼大概不愛勝哦，大概都賣勝哦，就這樣，冰德啊不愛勝啊，就這樣。新北不知道為什麼抓那麼嚴，通常啊，按照我們的想法經驗來說，會是台北市先嚴格嚴起來，嚴起來以後新北市用跟的，然後中南部繼續過自己的日子。對，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有些縣市要，有些縣市不用。那在高雄，我現在看到真的要的通常都是那種商辦然後那個就不申請不行的啦。那包含在我們不要講高雄，我們就講南部縣市好了。有的在隔套也不申請啊，也不會怎樣啊。真的不會怎樣，因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這合不合法？這個就是沒有抓那抓了以後勒令拆除再說嘛。那現在真的嚴格起來就是新北所以你現在看591為什麼有一堆新北的隔套頂加拿出來賣？那抓交替你知道，他們收租收的好好的，你幹嘛？你說這個是下金蛋的金雞母，你幹嘛要賣？就趕快拋給你啊！那如果在你手上，然後建管處就來了，那就你的事啊！就是這樣，抓得很嚴很嚴。我自己聽過的是說，我講南部就是他會幫你規劃啦然後先做再說啦，然後先做再說以後啊，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要申請，再趕快補申請之類有沒有啊？如果都不用，順的過了就過了，就是這樣。其實要申請這個室內裝修它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會改到管線、公共安全比方說，有此一說，你只要有動到天花板，你就要申請天花板，因為天花板裡面埋那個消防灑水頭那是消防起火的東西。台灣的法規是也不是法規，台灣就是這樣。超高樓層救火沒有能力，像香港鴻福苑你哪個雲梯車有辦法？沒有辦法，所以超高樓層的火災只能夠靠自己的消防灑水系統，沒了就是這樣。那個超高要多高？你大概反正雲梯車夠到9樓了，9樓10樓了。你在往上，不好意思，全憑自己的建築物去處理。我們還沒有什麼無人機在那邊接消防水管在那邊噴我們現在消防都有無人機，但通常拿來看就是飛到旁邊去看裡面有沒有人之類的，還沒有直接用無人機去噴水救火的事情。所以你只要動到天花板，那就对他們來說就麻煩。還有動到燃氣一般來說一個住家裡面會有2處燃氣的地方，第一處是那個後陽台，就是洗澡的熱水器，那邊會有瓦斯天然氣的燃氣然後再來是廚房你那個灶台底下那邊會有一個燃氣，你動到這個管線很危險的事情，公共危險。所以政府在推這個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你說申請這室內裝修許可送上去，然後人家蓋章，然後就跟我收錢是怎麼樣？他們也要負責的呢。負責是什麼？就是日後要是有出了什麼問題，然後調查以後是當初你有過當初這個章你有蓋，那好幾個技師要去蓋，還要抓去關所以是你要不要收這個錢雖然蓋章就有錢拿，可是你也是要看一下嘛所以就是這樣，這就是文明的代價。之前大家亂搞都沒事，然後現在開始要求開始收束這些成本就會跑出來，所以裝潢越來越貴，就是這樣。現在已經走到了，不是說你最好現在給它裝潢起來，而是我就會說你最好去買人家已經隔套隔好的東西。你現在在買一個公寓空屋，你要自己重新隔套，我跟你說太貴了，真的是太貴了。尤其你在新北，你說你想要再重搞一個頂加隔套賣熊你那真的是沒辦法。所以就這樣啦就這樣，很看縣市，很看縣市。那我們目前南部還是還可以的狀態那反正真正影響我們的都是一些什麼土方之亂這種東西。然後防火門這也是，你說要防火門 OK 我知道啦我也贊成但是防火門怎麼那麼貴？超級貴，那個大門就多少錢了，然後又指定廠商，反正裝修這些事情真的是。室內裝修許可我在猜未來只會越來越嚴格而已因為現在看起來新北就嚴格到底那個違建是真的會拆，它的意義在你現在新的想要自己亂蓋的都不敢施工，控制下來，那當然是對整個城市不要說對那個社區，對整個城市安全都很大的提升之後就是看各個縣市這個不會說未來突然放鬆就不用了什麼室內裝修许可我們當沒這回事，隨便開趴開起來嗨起來，不可能。之後就是越來越嚴格，所以自己想想看嘛你現在有要裝潢，你趕快裝潢那現在就很貴了，但是我跟你保證未來一定會更貴。以後你只要動到裝潢，這個都是內建的成本，
南部會有一個時間差，但是南部我現在看起來大家也是越來越盯緊的，因為很怕被查，因為只是以前都不用，為什麼現在要啊？就是這樣，這是文明、法治、安全。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哦。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